一顶假发，一件廉价的碎花裙，一个遮住大半张脸的口罩。靠着这样粗糙到堪称简陋的伪装，一名38岁的男子，在2年内成功诱骗了数百名男性到他的住处发生关系，并将过程偷拍贩售。这就是震惊网络的南京阿红事件。当我们听到这件事，直觉反应可能是这些受害者是怎么上当的？但这个问题问错了方向。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一个如此不真实的温情许诺，竟然能在情感的荒漠中找到如此广大饥渴的市场。这部影片，我们将为你提供一个深刻的社会诊断框架，去解剖这起事件背后关于人性脆弱与现代孤独的底层逻辑。接下来，我们将从3个层次系统化地拆解整个事件。第一层，欺骗的建筑学，它卖的不是性，是功能。首先，我们必须建立第一个核心认知：罪犯焦某某的成功，并非源于他扮演女性的技巧有多高超，而是他精准提供了一种极度稀缺的社会资源——功能性的亲密服务。这套服务是如何运作的？有2个关键机制。第一个机制是礼物经济。焦某某不谈钱，他将见面定义为免费服务，来访者只需要带一些花生油、水果、牛奶等日常礼物。这个设计非常高明，它瞬间将一场潜在的、带有污名的性交易，重新包装成一次带有人情味的社交互访，大幅降低了受害者的心理门槛。同时，根据心理学的承诺与一致性原理，当你为此付出行动，哪怕只是买一袋水果，你就完成了一次为承诺，这让你更有可能继续投入，以维持行为的一致性。第二个机制是空白画布效应。焦某某在现实中永远戴着口罩，这个口罩至关重要，它剥夺了面部表情这个最主要的人际资讯来源，从而允许受害者将自己所有的幻想、渴望与期待投射到阿红这个符号上。受害者互动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承载着温柔、接纳、不评判等功能的符号。他贩卖的并非女性身份，而是一种能够填补现代男性在主流社交与情感市场中普遍缺失的功能性亲密服务。他的整套操作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低成本、真人版的 AI 女友原型，完美对应了许多孤独个体对隐私、无条件接纳和不被评价的深层渴望。这个洞察能给我们什么策略启发？这提供了一个系统自检的工具。当你发现自己被某种关系或服务强烈吸引时，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被吸引的究竟是这个人本身，还是他所提供的功能？这个问题能帮助我们识别自己是在建立一段真实的连结，还是在购买一种用来填补内心空缺的情感商品。第二层，来都来了，无法挣脱的心理陷阱。现在我们进入事件中最令人费解也最核心的环节。当受害者在关键时刻发现真相，那句来都来了究竟代表了什么？这句话的背后是2大经典心理学理论的共伴效应：沉没成本谬误与认知失调理论。沉没成本指的是我们已经投入且无法收回的资源。对这些受害者而言，他们的沉没成本是多维度的，从家里出发的交通时间，几周甚至几个月的线上聊天所投入的情感，买礼物的金钱，以及克服内心焦虑的心理能量。在发现真相的瞬间，转身离开，意味着承认这一切投入都血本无归，承认自己是个被彻底愚弄的傻瓜。为了逃避这种巨大的心理痛苦，继续下去，反而制造了一种挽回部分损失的错觉。但更深层的是认知失调。想象一下，一个自我认同为异性恋的男性，他的内心有2个剧烈冲突的认知。认知 A 是我是一个只对女性有欲望的正常男人，认知 B 是我现在正准备和一个生理男性发生关系。这种尖锐的矛盾会产生极大的心理不适。为了解决它，个体必须改变其中一个。既然行为已经发生，人已经来了，他们只能扭曲自己的认知，也就是合理化。他们会告诉自己，这只是一次生理发泄，闭上眼都一样，或者这是一次前卫的体验。
报告中提到一个最典型的案例，一名受害者在争执后，接受了焦某某300元人民币的补偿，然后完成了性行为。这300元就为他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外部理由，我是为了钱财这么做的，这让他可以回避对自己性取向或内在动机的质疑，从而极大地缓解了认知失调。如何破解这种心理陷阱？我们可以引入一个强大的心智工具，叫做零基思考法 （Zero-Based Thinking）。当你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时，不要问我已经投入了这么多，该怎么办？而要问自己，假设我现在是从零开始，知道了目前所有的真实资讯，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这个问题能瞬间把你从过去的沉没成本中解放出来，让你只基于当下和未来的利弊，做出最理性的决策。第3层，社会的土壤，一场无声的情感危机。焦某某的骗局能像病毒一样扩散，根本原因不在于他个人，而在于我们的社会存在一片广阔而深厚的需求土壤。在高度竞争、长工时的孤独经济中，许多人建立真实、深度连结的时间和空间被严重挤压。同时，传统的男性气质规范又不鼓励他们展现脆弱、表达情感。这就造成一个巨大的供需失衡，内心极度渴望被理解、被接纳，现实中却找不到安全、不被评判的出口。这时，阿红出现了，他提供的正是这种稀缺的情绪价值。这整合了2种互补的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对于一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受害者，这是一种权力补偿，让他们在关系中获得久违的掌控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于一些条件不错的男性，这是一种情感避风港，用来逃离主流婚恋市场的算计与压力。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指向同一个根源。在一个真实连结被商品化的时代，情感慰藉本身成了一种可以被寻求、消费甚至购买的价值。而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种情感的商品化，并不仅仅发生在网络的灰色角落。它完全可能就发生在我们最亲密的关系里。是的，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也可能正在跟你进行一场单向的消费式关系。这段关系的标签是恋爱，但其本质可能是一方在持续消费另一方提供的特定功能。例如，消费你的情绪价值，把你当作随传随到的情绪垃圾桶，却在你需要支持时转身离开。消费你的功能价值，爱上的是你的经济能力、你的社交光环，而不是你这个人。消费你的存在价值，只是为了用你来填补他的空虚，逃避单身的寂寞。你成了解决他个人问题的工具。在这种关系里，你不是被爱者的，而是一个使用者的功能。面对这种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的困境，个人的策略是什么？是进行一次深刻的关系审查。这不是要你猜忌伴侣，而是要你诚实地审视关系的底层结构。你可以问自己以下几个尖锐但必要的问题：剥离功能后，连结是否依然存在？如果你暂时无法提供对方所习惯的情绪安抚或物质条件，你们之间还剩下什么？支持是双向流动，还是单向索取？当你陷入低谷时，对方是你的后盾，还是另一个压力源？你们是共同成长的队友吗？这段关系的驱动力是趋向还是逃避？你是因为真心渴望与这个特定的人共度时光，还是主要为了逃避孤独才留在这段关系里？这个审查能帮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否正处于一段合成的亲密关系中，并促使我们去投资和建立更健康、更真实的连结。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今天拆解完阿红事件，我们得到的不应该只是一个猎奇的故事，而是一个清晰的思维模型。阿红事件是一面社会的棱镜，它不仅映照出网络世界的疏离与人性的脆弱，更迫使我们反思，在我们自己的亲密关系中是否存在着隐性的阿红模式。这次分析最大的启示是，最危险的陷阱往往不是来自于陌生人的恶意，而是源于我们对自身情感需求的漠视。当我们任由内心的空洞扩大，就等于为各种形式的情感吸血鬼敞开了大门，无论对方是网络上的骗子，还是枕边的伴侣。
这也正是我希望核心知识的观众能够建立的能力，穿透表象，洞察系统，并将其应用于自身。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更具挑战性的制式任务，邀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洞察。当你用今天学到的关系审查框架，去检视一段你熟悉或听闻的亲密关系时，你发现了哪些过去从未注意到的单向消费或功能性的迹象？你的分析将会非常有价值。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感谢你的时间，这里是核心知识，让我们一起洞察事物本质，建立你的思维体系。我们下部影片见。